是每天都要折磨我几百次的心绞痛，居然没发作。但比起眼前的一幕，这点不算啥。野兽大战，变异生物大战，就这2个大家伙的体型，随便一个跳过来，都能一巴掌把我这圆润的脑袋拍个稀碎吧。作为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人，我从不知道奔跑是什么感觉，更别提逃跑了。不过，橘红的天空，沙白的土地，还有这么清新的土壤味道，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，而我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此时，我应该在父母精心为我打造的公主房里，坐在自己磨了很久，妈妈才肯买给我的电竞椅上，跟队友疯狂的在游戏里厮杀。毕竟，那是我最后的时光和快乐了。看来，在心脏彻底衰竭之后，我穿了。所以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房间了。真不错，大家的血都还是红色的，真是让人欣慰呢。我不会是他的预备食物吧？那条大蛇看起来就很扛吃的样子。这毛发看起来好像很好摸的样子。当然，如果他的嘴巴上没有滴血的话，我一定会更加喜欢这个画面。看来我似乎该为自己的小命忧虑一下了。你还好吧？好饿啊，这肚子简直饿得能吃掉一头牛。我感觉肚子又没那么饿了。以我多年的冲浪经验，这可能、大约、也许就是所谓的兽人。你醒了？多神奇！我居然能听懂这兽人大哥的语言。你不用怕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你救了我。吃点东西吧。这是哪里？还好，这又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是哪里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是被掳来的？雌性，你属于哪个部落？你的部落也被摧毁了，怪不得你这样的雌性会出事。你受伤了，我去让尤婆婆来给你处理一下。先吃东西吧。虽然卖相粗糙，但这肉居然有着淡淡的咸味和浓郁的肉香，出乎意料的美味。前世我身患先天性心脏病，常年医院家里二头跑，如今终于得以解脱，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们也不必再受我牵连，从此能安稳度日。现如今能大口吃肉，畅快呼吸，哪怕这里再陌生，我都觉得我的灵魂在欢歌。小雌性，你醒啦！这脸上乱七八糟的油彩，忽然明白什么叫做辣眼睛。我是尤，大家都叫我尤婆婆。我叫陆瑶。你有姓氏，果然是大部落出来的雌性。看你的皮子这么细嫩，就知道肯定是家里养得好的。可惜了，你的脚腕被那藤蛇咬伤了，看这伤怎么也要个3-5天才能痊愈。这是能用到的草药，我都已经捣好了，你敷上就行，记得换药。四爷，陆瑶只能你自己照顾了。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，大家也是无能为力。我知道，我去狩猎，麻烦婆婆照看她。很好，丫头以前都不在了，我可得好好跟尤婆婆聊聊才行。今天已经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5天了，伤总算是好的差不多了。今天也是我正式被允许出门的日子。
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做艾雅大陆，一如我所料，是兽人统领的世界。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种族和其他的大陆，这些兽人们并不清楚。经历过连月干旱引发的大火，接着就是一场连绵不断、冲垮无数部落的恐怖兽潮。说好的穿越成娇贵雌性，靠着现代人的优势躺赢当咸鱼呢？结果吃不上穿不起，没房没地。醒了，洗吧。尤婆婆说今天是元一日，大家都要一起去分配任务，对吗？是，你的伤刚好，应该会留在这里帮忙。好。这几天我竟然都生活在这悬崖峭壁上。这里很安全，攀爬兽类比较少。现在兽潮还没有完全散尽，我们暂时不能回到地面。跟我来吧。说好的能骑在猛兽背上威风凛凛呢？生存都成了问题，繁衍这个事还真提不上日程。雌性的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。换了个世界，老天爷就是见不得我闲着。既然躺平无望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各位，今天勇士们已经将周边都探索完毕了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这个地方的确很适合我们定居。我老了，也走不动了。我们几个老的打算就留在这里，建设新的部落。大家都叫我古爷爷，今天就由我来出面。想留下的族人们，就站到这边来。大家都愿意留下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既然要建家园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就要有族长。想做族长的勇士们，还请你们战斗吧，点到为止，锁定致命位置就算胜利。司爷，我去竞选。好帅！这毛色，这肌肉线条，好想辱妈一把，好想辱妈一把。司爷胜！从今天开始，司爷就是我们部落的族长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见证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就在我还搞不懂眼前状况的时候，影部落就这样正式命名了。在兽人大陆，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部落成立。未来这个名字将一直伴随着这个部落成长，直到它消亡的那一刻。这是素，他的伴侣是兽人索尔，索尔就是刚刚第一个上场的露西兽人。他是楚，他是罗，这是路遥，族长救回来的亚成年雌性。哇，他有姓氏！我的天，他居然有姓氏！
路遥，你是来自于哪个大部落？你居然有姓氏？你曾经的部落一定很强大，这样强大的部落都毁灭了吗？我曾经的部落叫做华夏。是的，它很强大，非常强大。它还在，只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受伤了之后就遗忘了很多东西，也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我的天，兽神保佑，你一定是伤到了头。兽神保佑，可怜的小雌性，你部落里的人一定因为你的走失难过不已。你还能回去吗？恐怕不能，华夏很远，非常远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可怜的小雌性，没关系，族长很强大，他是最强的寒影兽，有他的带领，我们影部落也会壮大起来的。寒影兽是兽人中最强的了。那当然，族长刚成年就如此强大，可想而知以后会有多么厉害。就是，以后肯定会成为最厉害的兽人。是的，族长是最强的寒影兽呢。是啊，要不是遭遇兽潮逃来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一次寒影兽呢。影部落的影字应该是出自于寒影兽这个名字了，这显然是司野兽形的名字，倒是很好听。好了，大家都认识了，我们边走边聊吧。今天的事情还多着呢，我们部落才刚刚建立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都忙起来。我先带你熟悉一下这里。你今天刚刚从山洞里出来，对这边的一切都还陌生着呢。我带你先看看我们暂时定居的这片地方。前面的那一片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山洞，现在大家都住在这里，不过这只是临时的。咱们部落大多数兽人都没有飞行的能力，所以不能长期居住在山洞里。等兽潮平息了，我们就要去到下面正式建立部落。在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勘察好了。下面部落要建立的地方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水，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，而且周围可采集和狩猎的范围广阔，足够我们部落生存了。这边有一处溪流，上游的水我们用来喝，下面不远处的下游水用来制作东西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在清理兽皮，这些兽皮都是最近捕猎收获的。那这些兽皮怎么分配呢？这由族长来分配。这些兽皮都是大家一同狩猎得到的，也都会由族长统一分配。如果是家里自己捕猎得到的，则归自家，但这也需要自己来清洗，不能算在为部落做的贡献中去。尤婆婆、路遥，你们过来啦！路遥，你尝尝，这果子甜极了。真好吃！你喜欢，一会儿我给你送一篓去。这边果子多极了，就我们这些雌性，怎么吃都是吃不完的。这片地方虽然是在悬崖峭壁上，但是这边的果子真是太多了，以后去到下面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多好的果子吃。拿着吧，这果子多得很，兽人们是不吃的，只有雌性喜欢这些。你喜欢的话，一会儿也可以自己过来采。这东西存不住，不吃也都是烂在土里。
前世的时候，路遥也在一些小说里看到过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兽人世界。大家的幻想多种多样，有的和路遥如今所见相似，有些却又不同。这里的水果生得如此硕大茂密，就我这个食量，随便吃几个，恐怕就能果腹了。这些和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野菜图片一模一样，只是大了好多圈。我可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纸上谈兵的见识。不过，那带壳的果实，由婆婆说叫素果，是主食。和前世长得不大一样，身形瘦弱了些，但大约是不丑的吧。餐具是树叶，吃饭全靠手抓，交通只有双腿，这堪比原始社会的生活，还真让人有些牙酸。条件之艰苦，真是让人心酸。不过跟在司野身边，连吃了好几天烤肉，我已经腻味极了。再这么吃下去，我怕不是要火旺到排不出来。不管怎么样，必须改变一下饮食条件。去找大家看看有什么别的能采。路遥，你来了。我想来采些能吃的东西。司野他每天只吃烤肉，我想尝尝别的。兽人们都是这样的，兽人们的胃口大极了，只有烤肉才能让他们饱腹，他们并不喜欢这些果子。那野菜呢？野菜是什么？就是这些绿色的野菜啊。你说这些草？这些是那些食草兽们才吃的，我们兽人可都是食肉种族呢。是啊，这些土酸涩得很，很难吃。难道兽人大陆的野菜真的很难吃？我还是暂时别吭声了。那个，除了这个，你们平时还吃什么呀？平时最好吃的当然是肉啊，偶尔吃素果或是这些果子。长耳兽极好吃，就是太难补了。角兽也很美味。很好，的确都是纯肉食的兽人，我领教了。唉。现在大约是下午3到5点，接连下过雨，热意退了些，这会儿倒不算酷热。这些果子味道极好，晒成果干可以放很久，方便我随时取来吃。饮食习惯必须要主食肉类和蔬菜来搭配，没有主食的日子，就好像缺了很重要的一样东西。还好这里有素果可以尝试，就是不知道这素果的味道到底如何。快来救人！他伤得太厉害了，压住他的伤口，原怕是不能活了。族长，他伤得太厉害，这种伤即使是有巫在也难以治愈，更何况我们的部落里还没有巫。族长，我不重要。兽潮来了，族长。兽潮，我猪死了，我报信，兽潮从后坡来。族长，兽躲，有飞行兽，快躲！
影部落的族人听令，立刻将食物和柴火集中在阴洞里，所有人立刻进入阴洞躲避。应跟我一起去探查一下情况。不可，族长不可冒险。元和柱都已经离开了，可见危险。我们不会冒进的，部落交给你了，苦爷爷。陆瑶，你快跟我来！看顾一下陆瑶。先把这兽皮都盖上。阴洞里是部落之前储存食物的地方，冷得很，要是不盖好，一会儿怕是要生寒病。我们这里没有雾，一旦生了寒病，那是要死人的。46个族人，一天就少了2个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词语背后的沉重。别担心，寒影兽的速度极快，族长他不会为师的。我们的阴洞很隐蔽，族长他们早就做了准备。兽潮很快会离开，只是几天的时间而已。我听尤婆婆说，你忘了很多的事情，是受潮的时候伤到了头吧？以前我阿爸也是这样，伤了头就忘了很多事情，不过慢慢就会想起来了，就算想不起来也没关系。不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安全吗？兽潮之下，哪里有什么真正安全的地方？野兽的听觉、嗅觉都很灵敏，虽不及我们兽人，但野兽也是兽神的子民，自然也有着属于他们的力量。单一的野兽绝不是兽人的对手，可千千万万的野兽，没有兽人能够抵抗。这次的兽潮是我出生至今最可怕的一次，太多的部落都被毁了。也不知道这次兽潮真正结束后，兽人们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昔日的荣光。回来了，陆族长回来了。兽潮的确来了，距离我们的聚集地最多还有半日的路。先将雌性安顿好，兽人们跟着我去挖几个陷阱。我们的粮食不多了，兽潮过后，我们这片地方捕猎怕是不易，能留下一点食物也好。雌性们交给我吧，长尽管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大家的。我和小雌性们会准备好食物，等大家回来。多煮几些素果。这就是众人全部的食物了。这是兽人族的规则，在大灾难面前，没有个人，只有集体。也不知道这次兽潮多久能离开。当时兽潮经过我们从前的落的时候，足足盘踞了7天。后来兽潮散去了，残余的野兽也伤了很多人。我们部落里的勇士们都死伤惨重，只逃出了我们几个人。我们那会儿更是不好，兽潮只在我们部落盘延了3天，但事发突然，我们部落只一战就死伤大半，大家都逃走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活下来。在兽潮面前，生命脆弱不堪，
连强大无比的兽人也根本不是兽潮的对手。我开始逐渐明白，为何艾雅大陆物资丰富，可兽人们的生活却仍旧这么原始。因为战斗才是这片大陆上的主旋律。兽人繁殖艰难，生存不易，一旦生病受伤，死亡率极高。就是啊，那野兽繁殖的极快，哪怕是不咬人的野兽也讨厌。曾经我们部落边上有一处果子林，因为林子里长耳兔极多，繁殖的又快，不过几天的时间就被长耳兔们糟蹋的丁点儿不剩。兽人和野兽争夺地盘和食物，若遇天灾，就像现在的兽潮一样，足以摧毁一个又一个部落。虽然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兽潮也有30几年，但小规模袭击却让人防不胜防。每天应对日常狩猎和战斗，没人预料危机何时来到，所以发展极慢。为什么不定期的清理那些繁殖快的野兽呢？定期清理？什么叫做定期清理？就是每当野兽到了繁殖的季节，我们循着它们繁殖的时间，直接将它们击杀掉，干扰它们的繁殖。或者是在繁殖季来临之前，适当的捕杀母兽都可以啊。兽人们平日里如何狩猎？去森林里狩猎，兽人们战斗力极强，单打独斗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野兽是兽人的对手。不过，如果遇见成群的野兽，兽人也是很危险的。所以，一般兽人们都是在部落的集结下共同出去狩猎，偶尔也有单独狩猎的，但这样的不会深入森林。那他们如何挑选猎物？挑选？遇见什么猎物就捕杀什么猎物啊？我明白路条的意思了。从前我阿妈喜欢吃长耳兔肉，我阿爸就会在林子里去寻找长耳兔的巢穴，捕杀长耳兔给我阿妈。这是不是就叫做挑选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可以在日常狩猎中留意野兽们的巢穴，对于野兽们的繁殖期做一番了解，针对性的捕杀，是不是就可以限制野兽们的繁殖，避免它们泛滥拆？兽神在上，路遥，这是你们大部落的智慧吗？路遥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将这件事说给族长，你的办法听起来很有用。等我们在这建立了部族后，这个办法一定能帮我们大忙。这就是素果，虽然寡淡了点，但确实有饱腹感。若是搭配着烤肉来吃，应该更加好吃。可惜需要熬煮太久，带来的饱腹感又十分的短暂。兽人们嫌麻烦，几乎不吃。他们现在还停留在追求能吃上饭、尽量吃饱这个层次上，就别提什么吃好这种高标准了。按照罗河主的说法，在艾雅大陆，一年也是四季分明的，只是这四季的时间却有不同。春夏却相对短暂，而冬季漫长。冬季有冬季的好处，那就是有很多兽类会冬眠，这种时候是很少发生大规模兽潮的。但冬天的坏处同样明显，首先是寒冷，这对于兽人来说倒不是最致命的，可寒冷、积雪、冰面等等问题，却导致了兽人捕猎困难，且素果和各种果子在冬季也是不会生长的。在这里，兽人们冬季的食物除了囤积下来的素果，就只有肉类。按照兽人的胃口，冬天大家几乎都要节衣缩食，才能勉强的挨过漫长的冬季。偶尔有小型的野兽群体行进，对于有一定实力的部落来说，倒还是一件好事，起码能收获不少的肉食。只是千万不能有兽人受伤就是了。在艾雅大陆，受伤和死亡几乎是如影随形的。巫是艾雅大陆兽人对于医生的称呼，这里的巫少得可怜，只能处理皮外伤，受重伤几乎就等于死亡。对于严重一些的伤口，效果微乎其微，所以一旦受伤，在艾雅大陆是十分严重的一件事。所幸艾雅大陆的兽人和雌性身体都比较强健，自愈能力极强。在这里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，就像司野那样速度和力量都得天独厚，且他还可以飞行，可那样的族人太少。好冷，
像是在坐船一样，头好晕。我发高热了，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他在发抖。他发热了，很热，把他揽在兽皮里取暖。希望路遥能熬过去。该死的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屋呢？农场系统已更新完毕，坐标艾亚大陆广域森林，宿主绑定已完成，检测宿主状态，宿主状态虚弱中，是否开启修复？无响应，过认宿主陷入无意识状态，开启自动修复。我大概是已经烧出了幻觉了，脑子里乱蓬蓬的，居然还听到了什么农场系统？难道是我前世游戏玩的太多了？难道深入了我的灵魂？等一下，阳光，这是哪儿？我又穿越了。欢迎宿主来到欢乐农场。为了修复宿主的身体，系统提前支取了能量，还请宿主立刻完成任务，换取能量恢复系统供应。否则，系统将在12个小时后自动关闭。请宿主立刻激活新手身份，开启新手任务。老天爷，我居然真的带了金手指！我来到这里，其他人会看到吗？宿主请放心，宿主是以意识形态进入系统的，宿主的身体还在沉睡，所以不会被旁人感知。很好，那我激活新手身份。农场新手身份已激活，宿主路遥，女，种族灵狐族，种族天赋1，炎灵，角色等级0级。对啊，艾雅大陆都是兽龙族，要不是系统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。炎灵可以与天地万物一切有灵之物沟通，每次使用有效时间30秒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有点意思。开启新手任务。新手任务正式激活，任务完成后，宿主即可领取新手礼包。任务失败，则系统将会解除绑定，启动自毁程序。这面积也就跟个足球场差不多大嘛。那边全是雾，估计是以后升级才能去的地方。水质倒是挺甘甜清冽，可惜没什么传说中洗精伐瑞的效果。系统，这是什么品种的树？不开花也不结果的。新手任务1：成功开荒出10块土地，并成功完成种植。任务限时24小时。任务提示一点没有，任务奖励完全未知，还真是个标准的3无任务。人家农场好歹有个经典小木屋，你就给我这个，这么小的窝棚，我缩成一团都蹲不进去。没有任何便捷操作按钮，系统，你出来啊！这样我怎么开荒？典型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我一个病秧子，前世都没碰过农活，拼了！哎呦！恭喜宿主成功荒出耕地1块。原来只要有类似的操作，就能判定成功，这套路我熟。恭喜宿主成功种植1次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新手任务第1环，奖励经验10点，铜币10个，木材1组。
新手任务2：成功采集草叶5组，任务限时24小时。新手任务10：成功搭建属于自己的小木屋，任务限24小时。此任务为新手任务最后一环，完成任务即可获得新手大礼包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新手大礼包1个。系统将在10秒钟之后进行更新。更新时间为30小时，恭喜宿主正式成为欢乐农场系统的拥有者。组长，那些鸟发现我们了，他们肯定是闻到了我们这里有食物的味道。是啊，它们飞在空中，应该是不受那些粪便干扰的。大家别慌，去外面战斗，我们劣势太大，没有胜算。可如果在山洞内战斗，我们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如果不被发现最好，一旦被发现，勇士们，做好迎战的准备。我们去前面那个转角，尽量和雌性们保持一些距离，以免战斗波及到后方。我们4人守住最外侧，如果有击杀不及时的，就会放到后面。第2组负责清理，依次向后。最后一组，希尔伦萨，你们2个带2人负责，务必守住最后一道。醒了，瑶瑶，你终于醒了。鸟兽发现我们了，族长带着兽人们去击杀鸟兽了。我们被发现了。鸟兽最是难缠，他们极容易寻到兽人的踪迹，往往有鸟兽的兽巢，兽人们都损失惨重。还好这会儿我们在阴洞里，不必和他们去外面战斗，不然……兽人们去战斗了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要在这里等待他们。为什么我们不帮忙？帮忙？路遥，我们都不能兽化，没有能力杀掉鸟咬的，怎么帮忙呢？是啊，我们是不能战斗的。我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，但7、8岁时跟着邻家哥哥捉鸟的记忆，我却记得非常清晰。艾雅大陆的鸟兽虽然和我前世见过的不同，但只要都是鸟，或许能用同样的办法。听着艰难的厮杀声，万一兽人们不敌放进来1、2只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可以帮一点点忙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网，困住这些鸟兽，或是阻拦一下他们，或许可以让兽人们轻松一点。网？这是你们大部落的创造吗？我现在来教你们怎么做。我们要把网做得大一些，这样才能更有用。我们当中哪几个人力气最大？我。好，你们4个人一组，负责拉着这个网的4个角，用力甩在那些鸟兽的身上。这东西没什么杀伤力，但却能限制那些鸟兽的行动，让他们不能攻击到兽人们，应该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。其他人继续跟我编这个网，多几个也能更有效果。
素，你们这是？这是路遥教我们做的，这叫网。这个东西厉害极了。的确是厉害，不过你们雌性可不能再往前面去了，前面鸟兽多得厉害。你们回吧，我们两个拿着这东西去帮族长他们。好。网太神奇了，只一下，那些鸟兽就动不得了。伦萨和希尔本还在跟鸟兽周旋，网一扔过去，那些鸟兽就只能趴在地上被他们击杀了。这东西难道有兽神的力量吗？一定是了，一定是兽神还没有遗忘我们。别管它有什么力量，大家快点编，这东西有用，能帮到他们才是好的。我们赢了，没有死人，我们有大量的兽肉可以饱餐了。好孩子，你就在边上帮忙递递水，打个下手。这肉珍贵，可不能糟践了。这些鸟兽的绒毛就这么扔掉了吗？路遥，你们大部落是还有什么办法处理这些东西吗？你们看，这鸟兽的绒毛，大家摸摸，这些绒毛和它们羽翼上的羽毛是不同的。这些绒毛柔软且温暖，如果我们将这些绒毛收集起来，清洗晒干，它们可以填充在被子里和衣服里，非常暖和而且轻便。被子、衣服，被子就像是我们盖的兽皮，我们可以把2张兽皮缝合起来，中间填充上这些绒毛，就可以更加的温暖。唉，如果早就知道这个法子，或许部落里每年可以多活下来更多的老人和幼崽。路遥，你快教我们都哪里的毛可以用？这里有这么多鸟校，别的不说，我们肯定能做出几个又大又暖和的被子，这样寒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都能熬得过去。看这里，不仅是腹部，连羽翼下面也有着大量的绒毛，全都可以用，千万别浪费了。素，能不能再多加点肉食啊？这糊糊根本吃不饱啊！要是让兽人们敞开了肚皮吃，这点存粮根本并不住几天的消耗。他们逃难来到这里，短时间能存下这些粮食已是不易，也就只能勒紧裤腰带坚持了。我听尤婆婆说，这个网和收集鸟绒毛的事情，都是你说的。这是于部落有大贡献的事。想来你从前的部落应该十分强大。这些方法，即使是在寒影兽的部落里，也是闻所未闻的。的确，我们华夏是最强大的。路遥，如果你还想回到自己的部落，等兽潮结束后，我回不去了，华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回去的路。
穿越一次，都不知道是几世积累的福报，还能再回去，做梦都不敢想了。既如此，你也不必难过。影部落虽是刚刚成立，但我们也一定会壮大起来的。你为部落的付出，都会被所有人记得。只有大家都过得好，我才能过得更好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。你问。坐下说，你太高了，我站着跟你说话好累。我见遮网极有用，我想知道，遮网除了可以用来捕杀鸟兽，平日里用来设置陷阱，捕杀其他野兽，是否也可以？自然，不只可以做陷阱捕猎，还可以用来捕鱼。不同密度的网还可以起到更多不同的作用，比如用来装东西，用来做隔断等等。捕鱼是什么？你们不吃鱼？什么是鱼？就是水里游的那些。我看我们部落边上的溪流里有很多啊。你是说多刺兽？它可以吃？当然，它不但可以吃，还非常好吃，可以煎炒烹炸煮炖，怎么吃都很好吃，而且很有营养。受伤的人、生了幼崽的雌性，还有老年兽人，吃了它都很补养身体。等兽潮过去，你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吗？当然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发现部落里的人并不吃蔬菜。虽然蔬菜的确饱腹感不强，但它却也是极有营养的好东西。而且万一粮食不够，蔬菜也是可以果腹的。多一种食材难道不好吗？重点是一直不吃蔬菜，他们的时候难道不会不顺畅吗？蔬菜就是那些绿色的草，有一些是可以吃的。草？不都是草吗？等以后你就知道，我会让你知道它们其实也很美味的。路遥，你可真是个宝。或许真的是兽神的庇佑，才将这个小雌性送到了我的身边吧。也许兽神没有抛弃我们，只是让我们在磨练中成长。躲在阴洞的日子虽然枯燥，但靠着失忆大部落雌性的人设，我已经彻底融入了这里。而且他们在食物处理上的智慧，远比我想象的要虔诚和丰富。罗，你们把这种果子涂在肉上，肉放久了不会坏吗？当然不会啦，这叫蜜果。涂上它，肉不但放得久不会坏，吃起来还甜滋滋的呢。你尝尝。辣椒，第一份作物竟然真的是辣椒。前世因为身体原因，我这个嗜辣星人只能清淡饮食。现在有了这健康的身体，我终于可以放肆的吃了。听他们说，艾亚大陆的冬季极其寒冷，辣椒除了美味，更是驱寒的宝物。我可不想第一个冬天就被冻死，想要过个温暖的冬，这些都是救命的准备。族长，兽潮已经远离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很好，那大家也别耽搁，把随身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，准备离开阴洞。索尔，跟我在一起出去探查一下路线。好嘞，族长。这网带结实的很，韧性极强，方便多了。是呀是呀，以前光缝块包袱皮就极费功夫，现在一次就能运完。雄性们跟我走，去砍些树回来，先把住的地方搭起来，再弄些柴火。花菇可食用，鲜菜可食用，变异蔬菜可食用。这片平原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！
我的天，这么大的土豆！这可是能当粮食的主食啊，产量高，能填饱肚子，还能做无数好吃的。天朝人民的种地基因要动了。尤婆婆，你快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土豆，这是主食，比素果还能填肚子的主食。真的是主食？这真是主食吗？这脏兮兮的怎么吃啊？吃叶子？这不是草吗？怎么变成主食了？这怎么吃？剥壳吗？罗，把你那把最小的骨刀借我用一下。光看这橙黄的内里，我就能想象它该有多软糯美味了。这精粉和盐一样纯净，用来调味正好。这纯天然无污染的味道，软糯还带着淡淡的甘甜，太好吃了！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东西叫土豆，它还可以做成更多好吃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饱腹。比素果的还要饱腹，耐物得很，说不定兽人们也可以吃。那边都是土豆，这东西的果子在地下，我们要把土挖开，将这果子挖出来。它耐放得很，还很耐寒。路遥，你是不是兽神派下来的使者？真的是来拯救我们兽人的呢？你的到来，真的给大家伙儿带来了更多希望。唉，看来好运也不是随时都有的。许是刚才发现土豆，把今天的运气都用光了。关于部落的第一步建设，大家都可以提一下自己的意见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先将房子盖起来。那我们是直接做石屋，还是先做木屋、草屋？如果直接做石屋，那大家都要露天休息一些日子。兽人们都没问题，雌性和幼崽们怕是受不了。先搭一个草屋，让雌性和幼崽们住。晚间风凉，得有个避风的地方给雌性和幼崽们才行。草屋、木屋、石屋，这我完全没有概念啊！我连这里特建筑物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我倒是想说做砖房，可砖怎么弄？水泥是什么？这也太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了。好，那索尔，你带几个人，天黑前先把草屋搭出来，让雌性们有个暂住的地方。明天再带人去挖石料，优先为有幼崽的雌性盖房，然后是有伴侣的雌性和其他雌性，老人，最后是兽人们的。好，我会很快的，我都好久没跟素在一块儿了。那你就努力，你们家能排在第4个。没问题，我一定非常快。约莫还有20多天，就要进入落叶期了。落叶期的野兽最肥硕，我们可以多囤积一些过寒季的食物。今年的寒季许是要格外的冷，一般热季越热，寒季就越冷，柴火也要多一些。我们的兽皮太少了，也要多准备。还有路遥说的那些绒毛，我们是不是再去捕杀一些鸟兽？
绒毛并不只有鸟兽才有，其他的野兽身上大多也都有绒毛，只是采集了绒毛后，兽皮的完整性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如果有羊就好了。羊是什么？一种有着大量毛发的动物。动物？在我们那边，不是所有林子里的生物都被叫做野兽，一些温顺的食草兽，我们叫它们为动物，甚至我们还会饲养这些动物。饲养？没错，我们会饲养一些食草兽，比如说长耳兽。长耳兽繁殖快，肉嫩，皮毛暖和，如果饲养起来，就有源源不断的长耳兽，或者寒季无法捕猎的时候，也不会缺了食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将猎物活捉带来，喂养它们长大，然后让它们在部落里繁殖，供给部落的消耗。没错，我们可以取用它们的皮毛，还可以作为粮食。囤积柴火和石料，不光建房子，还要做日常的石头用具。我有一个建议，大家在狩猎和砍伐的过程中，尽可能留意野兽的巢穴，不拘于是食草兽还是食肉兽，只要能摸清它们巢穴的位置，日后无论是捕捉驯养，还是定期的清理，都对部落有很大帮助。咱们影部落雌性本就极少，接下来的工作更忙了，不但要负责兽皮的沥制，还要捧制每天的饭菜以及采集的任务。我会专门分出4个雌性去采集藤蔓，就按路遥建议的，把普通网进阶编织成这种网带，比普通的更密，能漱口盛放东西，带出去采集非常方便。产出土豆的那片区域，我已经决定规划为你说的种植区。在果实被采摘干净前，任何兽人和雌性都不能随便挖掘破坏。那些宝贵的地方，能给我们带来大便利。徒手挖成石锅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些大锅和石板就用来统一烹煮和分配食物。目前部落还只能吃大锅饭，不过未来等各家的房子都建好，有雌性的家庭就会选择在家里单独开火了。只是大锅饭还是不会取消，毕竟族里还有更多是没有雌性的兽人。路遥，这是猿，这个族群本就擅长烹煮，他是咱们部落里手艺最好的一个。除了土豆，我也就找到这些小菌菇。对于兽人们的胃口来说，这只能算是个调味料罢了，加进去丰富一下滋味吧。这效率真的是只能说一句叹为观止了。又软又暖，哪怕大家都只能睡地板，我也觉得很不错了。辣，这辣椒真的辣。虽然不认识是品种，农场也只叫它红色辣椒，但这不重要，辣味十足，品质相当不俗。从播种到收获才4天多一点的时间，这生长速度相当快了。如果只种辣椒，在冬天之前就可以收获许多了。就是还不确定兽人们是不是能接受这种辛辣的食物。也不急，明天就把这当作采集所得，先让大家品尝一下看看。上次系统更新直接把我踢了出去，都没好好享受一下努力的果实。这礼包被我拆得差不多了，也没什么仪式感了，直接开。恭喜宿主
获得简易家具套组。D. 恭喜宿主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这可真是个小木屋啊，空的连说话都有回音。好在新手礼包给了家具套组，摆一摆还是能住的。恭喜宿主成功激活1级住宅，破落的木屋正式开启家园模式。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是每一任农场主应该尽到的义务，请努力的前进吧。恭喜宿主成功激活家园系列任务，完成任务即可开启商城。任务1：自然的馈赠，请宿主采集天然菌菇50朵，任务时限20小时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新手任务，主线任务已开启，任务面板已开启，请宿主自行接取。恭喜宿主成为欢乐农场第128位宿主，请宿主努力建设家园，使农场更加繁荣。主线任务，采集100块木材，虽然不少，但只是耗时间而已，很简单。温水药剂，亲，您的宠物和家畜是否不够乖巧呢？没关系，温水药剂来帮您，1:100比例吸水，连续3天服用，即可让您的爱宠从此乖巧听话。这浓浓的桃子体真是让人尴尬症都要犯了。不过部落有计划要尝试饲养家畜，到时候这东西绝对有大用处。等等，我刚才虽然收获了红辣椒，但我好像没有得到辣椒的种子。生长得极快的土地，万万不能就这么空着荒废掉，那岂不是暴殄天物？这些都是我从艾雅大陆带进来的，为了辨认种类丢进系统的。多亏了这8个格子的系统背包能叠加，刚才装满了辣椒和零碎，放不下的就全被丢在这儿了。幸运的是，系统没把它们当垃圾处理掉。1株花椒，2把小野葱和野蒜，这可是极好的调味品。可惜没找到野生的姜，不然这驱寒的宝贝对兽人们可是有大用处。连系统都不认识你们，只标了可食用，名字不重要，能吃就行。很好，什么叫互通有无？这就是互通有无了。我之前还在苦恼农场里在哪儿才能找到菌菇，天上这就掉馅饼了。论起建设这一块，我真是对兽人们的效率五体投地。前前后后不过3天，第1座石头房子就正式落成了。艾亚大陆虽然没有钢筋水泥，但这神奇的灰粉加水一半，粘合力极佳，而且矿产资源丰富的远超我的想象，真是遍地是宝。住在这么丑的房子里，我的审美时时刻都在被挑战。不过，比起那漏风的草屋，这已经舒服太多了，哪还轮得到我挑3拣4呢？这3天，部落分工明确，雌性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。我也借着上午跟着大家集体采集的机会，把周边200-300米的地形摸了个大概。系统要菌菇，我就在外面采了进来交差。部落需要驱寒，我就把系统种出的红辣椒拿出去，说是采集到的。这互通有无的买卖真划算。家园任务推到了第6环，新手大礼包开出的这套家具，总算让这小破屋有点人住的模样了。兽人们口味重，这火辣的味道简直让他们着迷，惊为天人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太少，尤婆婆看得比命还紧，每天只肯放半颗过干瘾。陆游，族长，有事吗？狩猎结束了。然后呢？
可以出去了。不是你说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采集？所以你要带我去更远的地方采集？今天我们去狩猎，在东边发现了一处很特别的地方。我觉得那里或许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来到隐多洛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对我跟四爷之间的关系充满疑惑。按照楚他们的说法，未婚的雌性都是单独或者跟着长辈住的，绝没有和未婚雄性同住的先例。可在兽潮来袭前，我却一直和他住在同一个山洞里。这绝对是个特殊的信号。四爷性子那么冷清，对其他雌性从来不过多关注，可我却经常能发现他偷偷和我对视，甚至用眼神向我表达关心和担忧。这些都不该出现在普通的族长和族人之间啊！我很想问个究竟，可这个问题无论去问谁都尴尬的要命吧。族长，你们的脸上为什么要涂抹的这么……看来你的脑子还真是伤得厉害，这种事情都忘了。在我们艾雅大陆，所有没有真正进入成熟期的雄性兽人，都要以祖罗树的枝叶涂抹面部，这是为了遮掩雄性兽人的兽纹。兽纹是什么？兽纹是雄性用来求偶的印记。这距离也太近了吧！这绝对是带着满满的特别暗示。我这纸上谈兵的感情经验快撑不住了。你已经是成年兽人了呀，怎么会没有进入成熟期？兽人和雌性不同，雌性进入成年期后就可以寻找配偶，而兽人进入成年期后还不能立刻寻找配偶，而是要等到兽纹进入成熟期后才能正式寻找配偶。成熟的兽纹可以被兽人所操控，而未成熟的兽纹则无法操控，所以只能用祖罗树的枝叶遮盖。就像是性激素管理器，如果不能控制，就会四处散发气息，吸引雌性的关注。原来如此。那索尔怎么没有兽纹？因为兽人一旦有了配偶，兽纹就会消失。兽人是很忠诚的伴侣，一生只会有一且只有一个伴侣。若是伴侣发生意外故去，兽人也不会再去寻找下一个雌性。所以兽人的兽纹一生只会生长且发挥一次的作用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生与你相依，死也不会离弃。没想到对于兽人来说，伴侣是这么重要的存在。那苦爷爷……苦爷爷的伴侣早在20几年前就故去了，尤婆婆的伴侣则是在这次兽潮中为了保护她而重伤不治的。对于兽人来说，死亡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事情。我知道你曾经的部落很强大，我想他应该也很和平。看你的样子，我知道你或许很少见到或是经历死亡。路遥，影部落现在还很弱小，但你要相信，我会很快让它成长起来。我也会尽量让你过得和从前一样的好。就算我这母胎单身的恋爱小白再定力不足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我刚才真的被这个连脸都看不清的兽人撩到了。关于在种植和饲养动物的事情，你有想过什么时候开始吗？种植的话，就按照你说的，等到寒季结束吧。现在天气逐渐转冷，我们倒是可以先捉一些食草兽回来养。过2天我就让人先扎个棚子，先就从长耳兽开始，可好？那是蜜蜂，
蜜蜂可以采集很多好吃的蜜糖，但是攻击力很强。不过好在它们不会主动攻击兽人，但若是想偷拿蜜糖，就免不了被蜜蜂追击。蜜蜂怕火和水，它们只需要再跑出一段距离，跳进水里躲一会儿，这些蜜蜂就会离开。真的为了口吃的，命都不要了？严重的会死。蜜蜂有毒性，虽不强，可若是被很多只蜜蜂咬伤，那怕是会死。那他们3个怎么办？听天命，他们这是自找的。这些蜜蜂如果不去挑衅它们，等到它们填满了一个蜂巢后，会继续向上扩张，或是更换新的蜂巢。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不激怒蜜蜂的情况下获得一些蜜糖。蜜蜂大多数时候和兽人都可以和谐的相处，除了熊族兽人格外喜欢蜜糖之外，其他兽人对此并没有太高的需求。蜜蜂喜欢定居在被兽人标记过的森林里，因为兽人需要捕猎，可以让领地内的野兽数量锐减，避免有更多的野兽破坏蜂巢和蜜蜂们需要的花田，所以蜜蜂们也会允许兽人们适当的采集蜜糖。这些一看就是外来的，触怒了蜂群被攻击都是必然的。这一片就是我们刚刚标记过的区域，植被茂密，有很多果子花田，还有一些矿物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发现这些你会感兴趣，就想着带你来看看。煤？你认识这东西？是，我认识，这是煤，这是可以燃烧的原料，像是木头一样。是。但它比木头更加好用。前世用的金煤都是经过很多工序处理的，这种直接从矿上拿到的原牌燃烧起来肯定有很大的烟，而我根本不懂那些精炼工艺。四爷，我需要研究一下这东西，不过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发现。这里地面上、地底下、洞穴里很多。如果这东西可以燃烧，是不是今年的寒季，我们部落就可以过得好一点？是，有了这些，我们一定能安稳地度过这个寒季。这光泽，地混杂的铁原石，一块非常不纯净的铁原石，需要经过提炼才可以使用。四爷，这是铁，是铁矿。什么是铁？这可以用来打造工具的很有价值的一种矿石。这个铁经过反复提炼打造，可以用来做武器，做很多很多的工具。只是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怎么去提炼它，跟煤一样，我需要研究一下。不急，酷爷爷说的对，他就是兽神派下来的使者。今天的收获暂时不要和族人们说，在还不能使用前，免得让大家过于欢喜。好。哎呦！无部落逃有族人熊仔。你们是逃难出来的兽人，没有部落，还有其他族人和幼崽，可对？你们夺蜜糖是因为部落里有雄兽幼崽，可对？幼崽可是病了。我从没想过，逃难出来的兽人们面临的是多么严苛的生存考验。在影部落，我没吃过什么苦，直到跟着四爷来到这里，我才真正见识到何为绝境。给我看看熊仔的情况。他这样多久了？1日了。有水吗？您是巫？这小家伙情况不好，你们这里显然是没办法救他的。我是影部落的族长司爷，我们部落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们部落，就跟我走；如果不愿，部落，真的是部落！求圣神要放弃我们！四爷，这幼崽情况不好，高热不退且昏睡不醒，耽搁不得。归顺，我们归顺，请族长大人一定救救幼崽。好，既如此，我先带着幼崽回去，你们整理一下，我安排族人过来接应。族长回来了，还有陆瑶。
那是幼崽，他在发热，他热得厉害，这怕是不一定能好了。幼崽一发热就……这小家伙情况不好，你们这里显然是没办法救他的。我是影部落的族长司爷，我们部落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们部落，就跟我走；如果不愿，部落，真的是部落，求圣没有忘记我们。四爷，这幼崽情况不好，高热不退且昏睡不醒，耽搁不得。归顺，我们归顺，请族长大人一定救救幼崽。好，既如此，我先带着幼崽回去，你们整理一下，我安排族人过来接应。族长回来了，还有路遥，那是幼崽。他在发热，他热得厉害，这怕是不一定能好了。幼崽一发热就会不好，我们部落也没有巫。艾雅大陆在医学这块发展的相当之差，如果部落中有巫，那还有一丝额外的希望。要先给熊崽退热，如果持续高热，幼崽就要不好了。要怎么做？我来试试吧，我不确定我可以。前世发烧吃退烧药去医院很简单，但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哪怕采了草药，我也不懂中医知识如何使用，只能试着物理降温了。没关系，试试看。婆婆，这幼崽交给你们了，配合一下路遥，尝试一下能不能救回来。我们遇见了一群无部落的逃难者，我带人去接应他们。好。不确定这高热是否传染，不敢冒险带去有幼崽的食物，只能先隔离在这间草屋了。素，你先用干草和兽皮给这孩子铺个暖和点的床。罗，你去热水，端一些凉水过来，再裁剪一些小块的干净兽皮。尤婆婆，麻烦你让大伙给这孩子熬点素果，别加肉，只用素果。找一张干净的兽皮过来给孩子盖一下，我们先把它清理干净。建好了。如果路遥真的是巫，或者能成为巫，这对我们影部落来说，熊仔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暂时应该是没事了。娘，你莫要哭了，幼崽好起来了，这是好事。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可不能这么激动。路遥，这是你，是新加入我们部落的，也是熊仔的阿嬷。这是路遥，是部落里很重要的雌性。我知道，她是巫。路遥还不是正式的巫，我们影部落也是刚刚建立不久，还没有拜过兽神。现在可还得叫他路遥。傩，熊仔是怎么病得这么重的？我们之前的部落所在兽巢中被毁了，我们部落的兽人们护着我们逃了出来，我们几乎没有多少食物，一路都是勉强靠着几个兽人狩猎度日的。可是兽人们又要保护我们，又要狩猎，死的随，伤的伤，大
家也都要熬不住了。幼崽饿得实在没法子，素果也吃了，野草也吃了，可是幼崽嘴馋，实在没忍住吃了腐肉，这才病坏了。幼崽饿得哭，吃又吃不下，他阿爸实在没了办法，想着他极爱吃蜜糖，说不定吃了能好起来，这才不得不在蜜蜂还没离巢的时候去挖蜜糖。若不是遇见了族长，他阿爹也回不来了。陆瑶，快来看看，熊仔醒了！阿妈，我好饿呀！还好提前交代加了金粉和蜜糖，熬得多些时间，现在吃正合适。阿妈，这糊糊里有蜜糖，好吃，特别好吃。陆瑶，对于所有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值得喜悦的好消息。不过部落里此时忙得厉害，等待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尤其是新加入部落的人要妥善安置，工作量巨大。从素之前的表情和语气来看，我隐隐觉得司也是想让我认下巫这个身份的。我必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如何打算的。你救了熊仔，可我也只能做这么多。兽人部落落成后，都会举办一次祭神仪式，要祭祀过兽神，才算部落正式成立。虽说兽神已经很多年没有再降过什么神迹，可每一个真正的巫，却都能得到兽神的眷顾，从兽神处得到一些传承。我觉得你是唯一有一丝希望得到这个传承的人。就算得不到也没关系，只要以巫的身份祭祀过，你在部落的地位也会有所不同。我知道你懂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，你可以让部落变得更加强大。而想让所有人都更信服你所说的，这个身份对你也很重要。司也说的没错，我想让影部落更加强大。出于私心，我想过更好一点、更安全一点的日子。出于这些日子的相处，我也很喜欢这些族人，希望大家都能从受潮灾难的阴影中脱离，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未来我将在这个兽人部落中度过极为漫长的岁月。我实在不希望自己的日子一直如同现在这样糟糕。我想将影部落建设得更好，绝不是靠我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。更不用说我拥有农场可能会供进的源源不断的特殊资源。司爷，如果我没有得到传承，大家会很失望吗？不会，应该说艾雅大陆已经有近70年没有人得到过传承了。听我阿爸说起过，从前兽神还眷顾艾雅大陆的时候，不论部落大小，在每一个兽神部落都会有巫得兽神传承，拥有很多神奇的能力，甚至能与神力沟通，将很多神奇的东西带来这片大陆。没有了兽神的传承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巫的数量越来越少，能力也越发微弱。如今虽然还是会有祭祀，每个部落也会挑选出巫，可几乎没有人能得到传承，仅仅是凭借着曾经族里的巫留下的一些经验来勉强支撑。没有了兽神的庇佑，没有了巫的辅佐，在越发强大的兽潮一次次冲击下，兽人部落只能逐渐衰败。哪怕是曾经一些很强大的部落，也都逐渐走向了毁灭。尤其是这一次的兽潮。其实大家大多都来自于不同的部落，
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。这么多来自不同部落的人聚集在了一起，可想而知，这场灾难到底摧毁了多少个部落。我们这里也不过是一处缩影罢了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兽神不再眷顾这里了。即使兽人们无数次的祭祀跪拜，也再得不到兽神的注意。这一次，部落里加入了27个新兽人，他们的加入让部落里的兽人们都忍不住的欢呼，他们的欢呼让我感受到了部落的热情。对于每一个部落来说，第一珍贵的一定是幼崽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旁人的，哪怕是捡来的，只要是幼崽，那都珍贵非常。其次，那就是雌性了。雌性的数量代表着一个部落的强大和实力，只有足够强大的部落，才能养活和保护更多的雌性，部落也会更加壮大。这27个兽人都来自于同一个部落，曾经极为强大的熊人部落。他们都是全熊族，战斗力十分强大的种族，曾经在艾亚大陆名气极大，族人众多。可就是这样强大的部落，如今也凋零到了这般模样。甚至全部落的人拼尽全力和性命，才将雌性和幼崽送了出来。好在，如今精听们都总算又找到了安稳落脚的地方，而影部落也将成为他们的新家。部落里人多可真好啊，每多出一个兽人，咱们就越壮大。前世在网络上偶然走眼看过土豆需要切块育苗，没想到凭着这点技艺，居然真的种成功了。一、宿主与艾亚大陆物资互通频繁，主线任务与家园系列任务进度已向前大幅推进。竟然是一床这么暖和的棉被，这第9环家园任务的奖励太及时了。对于从未经历过这里寒季的我来说，任何御寒的东西都分外重要。第3环主线任务结束，恭喜宿主获得宝贵奖励——医疗绷带制造图。可以利用加工台制作，而且不是普通纱布，是附带快速止血和修复伤口效果的道具。这对兽人们来说简直是救命的东西。可是我该怎么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呢？四野之前说我能从兽神那里得到没人见过的宝物，系统曾说我是第128位宿主，前面的127位去了哪里？会不会就是这片大陆上那些传说中不普通的巫？不管前人如何栽树，我这后人好长粮就行。过几天的祭祀仪式上，就算感应不到传承之力，我也要把这些天外来物全推到兽神身上。苦爷爷推测，寒季大约还有1个多月就要降临了，生怕连自己都活不下去。我现在根本顾不上藏私了。如果没有兽人和部落的守护，在这片大陆我必死无疑。影部落是我赖以生存的土壤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里，我必须守护好它。瑶瑶，开饭啦！瑶瑶，大家现在都明白大名和昵称的区别了，那我什么时候能跟你姓啊？让我叫露罗好不好？这名字也太难听了吧，你还是先叫罗吧。别急，告诉姐姐阿爸怎么了，但凡有一丝希望也要去看看。再不济，我能尝试制作绷带图纸了，希望能有用吧。桑基没说错，这是明显恶化了。蜜蜂是不会轻易攻击人的，如果这一点也相同的话，诺，我要尝试着处理一下桑亚的伤口，只是我不能保证处理过后是会好转还是会更差，我需要你来做个决定。现在的我
算是明白了前世那些医生让家属做决定的心情。如果继续等自愈，他们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可在这里连无菌环境、杀毒消炎都做不到，处理这种明显感染的伤口，弄不好人死得更快，只有拼一下万中之一的机会了。他们的状况很糟糕，我要一种很冒险的方式来处理一下他们的伤口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金粉、水、一些叶片、干净的兽皮，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样东西。好。司野的手极巧，部落里目前在用的很多工具都是他参与制作的，他的手艺远超其他兽人，一定能做出我想要的东西。帮他处理伤口的过程既漫长且艰难，好在有司野他们按着，他才没有剧烈挣扎。盐水消毒极疼，但这在艾雅大陆也是我没办法的办法了。比起失去性命，这疼痛许是可以忍耐的吧。继续看看后面桑亚会怎样吧，我不能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。你救了我的幼崽，又救了我的兽人。直到日暮西垂，才把他们3个的伤处理完，早饭都没顾得上吃，现在胃里简直像是有火烧一样。好在努力没有白费，尝试的结果很不错。虽然是极为冒险的举动，但3个兽人的状态明显都有所缓解。至于到底能不能挺过这一关，就看他们自己了。最近天气凉得厉害，今年的寒季怕是要提前了。我们部落目前的食物还太少，工具也不够，御寒的兽皮也很少，粮食这些我都清楚。先说说进展吧。尤婆婆，现在兽皮有多少？填充绒毛的事情成功了吗？现在大张的兽皮有24张，小块的倒是多一些，有60多张，都很小。成功了吗？今晚应该就可以缝制完成了。因为骨针和藤蔓太粗糙，缝合空隙大，绒毛分分钟往外飞。为了改良骨针，用小块兽皮打补丁，我跟他们折腾了好些日子，跟漂亮扯不上半弯间关系，但好在成功了。第一床加了绒毛的兽皮，我选用了小块的兽皮做拼接，所以速度慢了一些。会很暖和吗？当然，一会儿素他们缝好了，你们可以试试。食物这一块，我有些新的想法。今天晚上大家聚集起来，就是为了探讨科清理和围捕。这些日子在狩猎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留意了这些巢穴，并且做了标记。我准备将狩猎小组再次一分为2，一队继续跟我去更远巡查这巢穴，进行固定狩猎。组长，你的意思是只在这几个洞穴附近狩猎？是。可是你也知道，野兽也不是每天都待在巢穴里啊。我们难道就在他们的巢穴处等着吗？不，你们先去布置陷阱，搭配陷阱进行固定地点的狩猎。野兽总是要归巢的，巢穴附近的陷阱会有更大的概率捕捉到它们，而且在他们的巢穴附近也更容易遇见这些猎物。陷阱布置完毕后，2队只需要1天2次巡查巢穴周边就可以了。遇到野兽就捕杀，其他时间可以配合部落收集其他东西。这一次的碰头讨论，一直到了深夜才算结束。好在回到系统能直接睡下，虽说只是意识体进入农场。但在这木屋休息，还是感觉放松又舒畅。比起食物里的兽皮干草，这拥有柔软被褥的木床，当真是舒服的让人叹息。虽比起前世还甚是简陋，但对比现在的条件，这里已经算是天堂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木屋休息，用更短的时间得到更充分的效果。平时要睡足8小时，在这里只需4、5个小时就极易进入深度睡眠，睡眠质量极高，饱饱的睡了一觉。外面的天还黑着，大家都还在睡梦之中，除了巡逻声，一切都很安宁。趁着这会儿功夫，我还是要回农场，好好忙碌一下。这盖板下面有好多机械元线，具体怎么运作的我也不得而知，但这并不重要，能制作的东西实在太有限了，寥寥几样，和我想象中的差别甚大。绷带、麻绳、木板、原铁、原煤、陶土、石板、棉布，万万没想到居然可以制作棉布。这东西既可以做衣服，又可以做被子，唯独可惜的是暂时还无法制作，毕竟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棉花。不过不遗憾，艾亚大陆物资极为丰足，找到棉花只是迟早的事，能在寒季来临前找到最好，就算不能也没关系，明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工作台一共能做8样基础材料和物件，只是除了木板，其他的我都还没材料，尤其是我迫切想要的绷带，明确写着需要棉布，真是让人无奈至极。
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带回来的煤块和那金属土块还没来得及研究，我前世并没见过这东西，唯一见过2种煤，一种是烧烤时用的长条形，另一种就是圆形的蜂窝煤。这是当时偷偷收起来让系统辨识的铁原石，系统给它起名叫混杂的铁原石。系统鉴定显示这是不纯净的原煤，不太确定这能不能行。原材料不足，无法制作。原材料不足，而不是原材料不符。那也就是说，它的确是可以用来加工的，只是我手上的太少，还不够加工成一块真正的原煤。现在还真不是开心的时候，制作陶器有了原材料只是第一步。制胚我曾经玩过手工，有一丢丢经验，可论起烧制我是一点也不会，该怎么做真是个极为艰难的问题。不过这光洁的优质木板，那真是现在的我能随便拥有的吗？太棒了！检测到木材是否合成木板，合成。只要2块木材就能合成，对木材要求极低。虽然比起前世动辄好几米的板材小了点儿，但对于没有切割工具的影部落来说，简直是神器。如果工作台真的可以加工铁矿和修煤，那接下来影部落的日子可就好过了。只是这些天外来物暂时还不能拿出来，兽人们单纯但不傻，三言两语根本没法解释系统和农场的存在。最好的遮掩就是坐实巫的身份。按照司野的安排，祭祀大概还要1个多星期。更好，趁这段时间再搜集一些铁和煤炭回来。这就是兽神像，听说还是司野亲手雕刻的，手艺几十年之前，兽神的光辉照耀着整个艾雅大陆。给兽人们庇护，以新生，以照料，兽神总会给予帮助。那时候还有很多兽人得到眷顾，拥有更加强悍的战斗力。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兽神仿佛不再眷顾艾雅大陆，兽人们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。其实在巫不能和兽神沟通之后，兽神没落，再加上我的农场系统，我绝不是这片大陆上第一个天外来客。农场系统的前127位宿主，怕也都是在这片大陆之上。可他们为什么都不见了？这数十年的变迁仍是谜团，但验证猜测的日子不远了。如果在祭祀那天一切如我所想，说不定会有额外的收获。还有什么没做？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神使大人，放着我来烧。大家今天是怎么了？恐惧。今天的祭祀，在大家看来如同一场审判，审判我们这些被兽神抛弃的子民，被自己的神抛弃，哪怕不甘愿，可我们仍旧一次次的在重复这件事。即使没有兽神的眷顾，大家不也生活得很好吗？从我来到影部落开始，他们对兽神的态度就很微妙，既虔诚信仰，又在刻意回避。在我看来，兽神不过是个精神领袖，或者是我用来掩饰金手指的借口。这段日子，影部落凭自己的力量明明发展的欣欣向荣，可今天所有人焦虑的状态，还有四野现在的模样，都在告诉我一个事实：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兽神之于兽人，就如同生命的源泉。没有了兽神的眷顾，兽人的确还能存活。哪怕没有了兽神的帮助，只要兽人们更加努力的创造，活下去，活得更好，也并不是不可以。可问题是，失去了寿命开始缩减，雌性的出生率开始减少，幼人们就发生了越发的降低，而野兽们就开始疯狂的繁殖生长，平衡越来越被打破，兽人们的生存空间不停的被压缩。从前，兽人们在80岁的时候才算是跨入了老龄，而兽人可以存活到150岁左右。可随着兽眷顾的消失，兽人的寿命越发，如今兽人们则在50岁就呈现出了老龄化，寿命甚至只能达到60岁左右。苦爷爷今年才不过41岁，你看看他的模样，没人知道，只是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永远得不到兽神的眷顾，兽人们距离从艾雅大陆消失，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吧。我一直以为苦爷爷至少有70岁了，毕竟苦爷爷看着就年老，哪里像是个才40几岁的人。从前，兽人们在80岁的时候才算是跨入了老龄，
而兽人可以存活到150岁左右。可随着兽人眷顾的消失，兽人的寿命越发的短。在生死面前，没有人会无动于衷。既然连我死后穿越绑定农场系统这种事都能发生，人们所未知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。路遥，我知道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别想太多，我们只是做一次尝试。从我将他带回部落的时候，我就能感应得到，这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蓬勃的力量。如果是他，或许真的可以测得周到眷顾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并没有什么希望。不管怎样，部落婆把朱道子交给祭司的时候，尝试和兽神沟通，不管成不成就没关系，你都会是部落的另外，这次祭祀结束后，我就要进入成熟期了。刘婆婆，路遥交给你了，接下来一直到祭祀，你都要照料好他。祝祷词的事情也都拜托你。婆婆，族长要敬辰日就在祭祀后2天。是啊，过了这个敬辰日，族长就真正的进入成熟期了。进入成熟期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成家了啊！只是瑶瑶你还得些日子才能成年呢。尤婆婆，我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一定要问你。我是族长带回来的，那我跟族长之间的关系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当然了，这都不是绝对的，只是绝大多数都会结成伴侣，所以大家也都默认了这件事。若是兽人有保留这个求偶权的意思，就会让雌性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；若是没有，则会安排雌性去其他地方居住。而雌性如果完全不想接受，可以拒绝共同居住；如果打算相处一下或者接受伴侣身份，就会一起共同居住一段时间。对于自己跟司野的关系，我一直有诸多猜测，这会儿得到了准确的答复，更多的还是另一只脚终于落地的踏实感。比起盲目的猜测，这种心中有数的感觉让我更有安全感。不过很显然，这种关系中并不存在什么逼迫的性质，可一直以来司野都表现得很平常，偶有一些略显亲近的行为，但也并不出格。至于司野到底能不能成为伴侣，我还没有做决定，也不着急，反正我还没有真正的成年，时间有的是。比起谈恋爱，我现在更想搞事业，再没有什么比建设部落、吃好喝好来得更加重要了。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努力跟着尤婆婆学习诸祷词，了解祭祀的一些流程。其实兽人们的祭祀并没有那么多讲究，真正神迹的也就是和兽神是否能完成连接这一步，而这一步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真正的见过，因为距离最近的一次还是发生在70多年前。那会儿别说是这些年轻的兽人了，就是部落里最年长的苦爷爷也没有见过。没错，苦爷爷就是部落里最年长的了，一个40几岁的老年兽人，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心酸。不过虽然没人见过兽神的神迹，但通过一辈一辈的口口相传，大家还是能简单描述一下那个画面的。从由婆婆口中说出来，就是如果兽神愿意降下神迹，那么兽神像会有所变化，具体是什么变化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和兽神连接的巫会有所变化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巫的眉心会出现一个图腾。至于这个图腾的样子，尤婆婆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众说纷纭，听起来是非常神奇的。我还有那么一点小期待，隐隐觉得如果猜的没错，那么今天这些神迹还是有很大概率会发生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跟那位兽神沟通上，别管是兽神也好，高级智慧也好，甚至是系统背后有什么庞大力量也好，我都不在意，我只在意这些东西会给他带来的实际好处，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兽人们寿命得到延长，是不是可以让部落的生活更好。对于一个部落来说，今天是极为重要的日子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期待和忧虑，两种不该出现在一起的情绪在每个人的脸上交替着。感恩兽神的赐福，让兽人拥有了灵智；感恩兽神的眷顾，让兽人拥有了力量；感恩兽人拥有了生命。兽人的一切都源自于兽神的赐予，请族长正式为部落赐名。韩影兽族，名唤司野，今日正式成立部落，名为影，报于兽神大人，务必牢记，守护艾亚大陆的每一片土地，热爱艾亚大陆的每一个生灵，保护我的部落和族人，誓死捍卫兽人的荣光。部落迎大成，迎请勿。我从没有哪一刻像是如今这般如此的期盼着自己可以做成一件事情。如果农场系统真的跟这个兽神有关联的话，如果它可以给这些人带来一些生的希望，不过也不敢有过多的期待，我怕结局和我所想的不同，我承受不了这种失望，大家也承受不了这种失望。请吾将手抚于神像之上，诵祝祷词。我能看出，司爷也能看出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这个小司性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一丝希望的人。如果他也不能，我的手轻轻抚在兽神像的底部，单膝而跪，开始吟诵起那音阶古怪的祝祷词。为了避免出错，这祝祷词路遥一下午背了无数遍，此刻是真的已经烂熟于心了。连农场系统也没有丝毫动静，这个神圣的仪式丝毫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吗？生活的困苦
幼崽的夭折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要被虔诚信奉的神明抛弃，命运再也不能逆转了吗？我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。就算人力不能左右神力，我也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我的身体在外面只能撑10分钟，10分钟后就会倒下陷入睡眠，必须抓紧时间。系统，系统，你出来！系统，你到底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？那个兽神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系统，系统！如果不能跟兽神连接，我就不能光明正大把珍贵的东西拿出去。兽人们的寿命在减少，我不想40几岁就衰老成那样。宿主路遥成功激活隐藏生存任务艾亚大陆的复兴，此任务为唯一性任务，一旦接取不可放弃。宿主是否选择接取？生存任务接受。宿主路遥成功接取任务艾雅大陆的复兴，此任务与宿主正式绑定成功，若无法完成该任务则宿主抹杀。宿主路遥激活隐藏生存任务成功，系统将进行更新，更新期间宿主不可进入农场系统。70多年了，是神迹，兽神没有抛弃我们。他真的成功了，我们等来了兽神的使者，他就是兽神送给部落的恩赐。尤婆婆说的那个图腾出现了，我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。影部落里从没有过这样的狂欢，看着他们脸上无法控制的兴奋，我才终于觉得踏实了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我的不甘心和冒险居然真的成功了。所谓的兽人连接和眷顾，果然跟农场系统息息相关。既然这样，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是第128任宿主了。前面那100多位前辈，怕是都已经被系统抹杀了吧？我死过一回了，我想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所以我才要拼命推动影部落的发展。反正还没好好了解任务线，要伤春悲秋，等真的要死的时候再说吧。呜，您的晚餐和从前一样就好了，不要用这个语气，我不习惯。嘿嘿，我就知道你跟其他的巫才不一样。瑶瑶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居然真的得到了兽神的指引，让兽神愿意重新眷顾兽人们。天啊，我现在还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。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一定会有很多的兽人愿意加入影部落。哦不，所有人都会愿意来的。能得到兽神的庇护，兽神在上，我们部落是要变成兽人族的第1部落了吧？我们这里会变成圣地。除了你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真正的巫出现了。我的兽神大人，太震撼了！我现在还在脑子里不停想着那个画面，这一切真的是神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在兽人族的身份就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。尤婆婆说了，以后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你，我可真是太幸运了，居然能有幸照顾我们兽神族唯一能跟兽神沟通的巫，我的兽神啊，太幸运了！停，就跟从前一样就好，我有手有脚的，哪里需要你来照顾？部落里事情这么多，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。那可不行，身为巫，你身边怎么能没人照顾呢？我听尤婆婆说了，巫和兽神沟通的时候，有时甚至会直接昏睡过去，没人陪着你怎么行？更何况我看你平时很喜欢出去采集，你对这边的地形哪里有我熟悉？你也没有我力气大呀，我可以帮背东西。虽然被吵得头疼，但仔细一想，如果他跟着我出去采集，确实方便很多。他地形熟，当个向导结伴而行，安全性也高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可以，但是你不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你只需要跟我一起做事就好。竟然是鸟少蛋，在艾雅大陆想从凶猛的飞禽那里偷到这东西，不大战一场是绝不可能的。这种平时只会打散了给幼崽补身体的金贵东西，居然整整1颗都给了我。我真的要努力，让部落过得更好才行。如今的影部落已经颇具雏形了，光是房子就有13个了。虽然其中还有2个草屋，
但至少也是房子不是。艾亚大陆的石屋并不算精致，颇有几分粗犷的风格，但整齐的坐落在一起，看起来也是相当的美观。现在影部落所有拥有幼崽家庭都已经可以住上新房子了，包括后援熊人部落的人，只要有幼崽就都分配到了新房子。下一个没有任何意外的将获得新房子的就是我了。不过大家都住进新房也都是早晚的问题，尤其是在我成功和兽神确认连接后，每个人都干劲十足，仿佛充满了希望和未来的明天正在跟他们招手呢。这不，一大早就开始努力盖房，那是半点也舍不得耽误的。雌性们这会儿也忙碌着呢。许是在我的带动下，野菜和菌菇慢慢的加入了部落的食谱之中。虽然对于野菜兽人们普遍不太喜欢，可菌菇和土豆兽人们却都接受良好。顺带着的，这野菜也能多多少吃上一点，可以食物的东西丰富了，对于囤积食物的压力就相应的减少了一些。呜，你睡得好吗？睡醒啦。呜，你醒了，早饭可是吃饱啦？初，你还叫我名字就好，大家也不用这么客气，都叫名字就可以了。我还是亚成年呢，被你们叫乌，我感觉我都变成了老年雌性了。这是变异的香菇，我告诉大家伙的时候，就直接将这东西叫做香菇了。比起前世的香菇来说，艾亚大陆的香菇更加的大，每个菌菇的伞状都有手心大小，非常的饱满，香味也不错，作为配菜极好吃。只是掰开加入肉汤里煮一煮，整个汤都鲜美好滋味。这些菌菇现在正是采摘的好时候，大家可以多采一点，晒干了能放很久。晒干？好好好，今天我们就去采这些菌菇回来晒。还是乌路遥大人厉害。路遥大人这个称呼让我尴尬的脚趾都快能挖出31乌了。这些菌菇最好切开晾晒，现在晾晒的时间一直在缩短，我们得抓紧一点时间。这些蔬菜类就没办法晒干保存了，这毕竟都是水嫩的绿叶菜，干巴巴的那就真是无法下咽了。瑶瑶，你来看看这被子是不是成了？成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被子的颜值东拼西凑的，属实算不得高，可这被子却很柔软。虽然用小张的兽皮制作看起来有些杂乱，可是体型更小的野兽相对而言兽皮也更加柔软一些，做成被子摸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刚刚我可是偷偷试了一下，别提有多暖和了。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吧，寒季到来之前，我保证让大家伙都有这被子盖。来收肉啦！左右我们是去看热闹的，收肉这种体力活，寻常是不用雌性们去做的。族长和乌大人的办法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们今天去巡查那些陷阱，这哪里还用捕猎呀？这些陷阱抓的野兽，我们都吃好多天了。我们今天收获太丰厚了，光是长耳兽，今天我们就抓到了10几只。这东西平时难抓得很，听了族长的，我们就下了陷阱，在它几个洞口的中间位置。嚯，太厉害了！一天就抓了10几只，这东西繁殖的是真快啊！我们前些日子刚猎过，这才多少天啊？除了战斗，那就剩下获得大量猎物的时候了。路遥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。怎么还受伤了？小伤，有个很特别的发现。今天我们去了远一点的地方狩猎，我们发现了一处金粉矿，我还发现了一种草。这个草我小的时候见阿爸用过，说是可以止血。对，应该是止血，时间太久了，我记不清楚。但我带了一些回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你先给我，我得仔细研究一下。我让索尔他们注意陷阱里若是有活物，你说的养殖吗？也可以，只是随着天气冷下去，这些动物也是需要保暖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还得给这些野兽盖房子？是，不但要盖房子，而且还要盖得好一点。起码的一些取暖方式都得准备上。取暖方式？对，这也正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。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加盖火炕、壁炉或者火尘来取暖。火炕指的是大家睡的地方，现大家都是席地而卧，就算有稻草和兽皮，也难免受到地面传来的凉气影响。若是进了寒季，这个情况恐怕会更厉害。让人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而且内部留空隙，可以让热气进入火炕，整个炕面都是热乎乎的，人睡在上面自然就暖和得很。将火炕和烹煮用的灶香连接，就可以将日常烹煮烧火的热量传入火炕，两相得益。只是搭建灶放都需要不少的时间，设置也不确定在寒季通风口。女王讲简单快速的办法，就是火塘或者壁炉。壁炉则是一样，只是盖在房子里，需要热一个专门的烟筒用来排烟。小雌性真的就是兽神赐予的那无所不能，或许就像是阿爸所说的那样。可如今看到小雌性，才真正意识到一个屋到底能给一个部落带来什么。四爷，这东西搭建很难吗？火塘不难。可是这东西搭建出来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改良，第一个需要一点时间，后面的应该很快。至于壁炉和火炕，二选其一就好。如果可以，只是火炕还要搭炉灶，要是做熟了1-2天就能搭建一套，其实也不算慢了。3个之中，你最喜欢火炕？可是据我所知，部落里很多兽人，烹煮的手艺……过几天就是成年礼了，除了我以外，部落里还有其他兽人和雌性也要进入成熟期。部落里的第一个成年礼
大家会一起庆祝一下。到时候我再问问大家的选择，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来安排就好。不过这2样东西倒是可以先试着干一下，就这么安排。火炕搭你的房子里，火塘搭给我，可好？系统的更新足足花了4天的时间，直到夜半之分才终于更新完成。我的农场变大了。系统查看更新内容，这个功能是上一次更新后我就发现的。身为一个老玩家，查看游戏更新内容是习惯操作，自然得心应手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已接取唯一任务——艾雅大陆的复兴，成功激活隐藏生存任务。此任务为唯一且必完成任务，任务失败，宿主将会被抹杀。宿主是否已经清楚了解？不合就抹杀的事，我真是一点都不想再听到一次。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再次听到还是心头发冷。清楚。请宿主接取任务第1环：神农尝百草。想要带领部落发展，首先要战胜饥荒。请宿主寻找到100种可食用植物，并且成功完成10次不同作物的种植。任务完成后，可获得第1怀奖励宝箱。任务失败则宿主抹杀。宿主已成功接取生存任务第1环，第1环任务已开启。系统，我要查看更新内容。请宿主自行探索。怎么回事儿？自行探索？上次那还说明了一下更新内容呢，这会儿毛都没有一根。接了这个生存任务后，这该死的系统彻底放飞自我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没绑定任务前态度比现在好多了，有了任务勾着，这系统简直牛上了天，气得我牙痒痒。算了，不刻意花时间探索了，不管什么变化总会看到的。眼下还是抓紧时间解决手边的事儿。30块土地种了4种作物，竟然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发现的植物。没有太多智能引导，只能凭自己猜测了。许久没有感受过番茄的味道了，这一口简直让味蕾都在欢呼雀跃。玩家成功发现作物番茄，果然是尝百草，找对方向了。任务的关键不光在于找到，还得吃掉。光有作物不行，还要有吃法才算成功。好在我不抗拒这任务，只是目前能直接吃的也就番茄了，辣椒当然也可以，但这辣度不低，空嘴吃我可不想舌头受罪。反正任务没实现，也不急在一时半刻。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，一如之前，也没什么不同。真是想念死我这柔软舒服的床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这些东西也带给兽人们。这是屋里最贵重的家具了，这会儿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了呢。系统这次更新最大的惊喜肯定是这个多功能加工桌了，简直是焕然一新。原本只能看到需要棉布，现在一整个生产加工链条全细化了，需要什么材料一目了然，而且还多了一个实用的拆解功能。可惜是手边暂时还没什么加工产品能扔进去拆解，只能先眼馋一下了。蜡烛还有肥料，蜡烛照明方便，还适合在屋里用，对兽人们来说很实用。但这肥料来的可真是时候，虽然不知道100克是多少，也不知道2点肥力能增产多少。滴，制作成功，每100克肥料可提升土地2点肥力，直接撒入土地即可使用。不过没关系，多放，使劲放就完了。食物类丢第1个框，资源类第2个，特殊分类第3个。在没得到系统确认前，还是不能随便拿出去给兽人们吃。竟然是板栗，不管这东西是哪来的，既然出现在这儿，就证明部落附近且肯定有。今天我就带罗去找找，要是能种植，绝对是高产作物。在艾雅大陆生活久了，对食物的要求早就从美味变成了单纯的饱腹。板栗虽然好吃，但太小了，根本不管饱，每天只有晚上能吃饱，早饭就是简单应付。为了度过寒季，大家拼命干活，却还要节省食物，兽人们都瘦了一大圈，饿肚子似乎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事。不行，我的第1个小目标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让兽人们不再饿肚子。每人每一天都要体会到吃饱的滋味。一会儿就把这些都交给猿。要想完成尝百草任务，必须抱紧猿这个部落大厨的大腿才行。血气草，枝叶丰薄的植部，血气草的枝叶可用于伤口外敷，有着止血止疼的功效。太好了，有了系统的解读，咱们部落找到了第1个可以用来治疗外伤的草药了。
这个发现绝对能让所有人沸腾。兽人常年在外捕猎，最常见的伤就是皮肉伤了，甚至经常会流血不止。有了这血气草，绝对是给生命多了一丝保障。角鹿兽，这肉质跟前世的鹿肉很像，但更加汁水丰沛，肉质细腻。那浓郁的肉香味，简直是我的最爱。四爷，你带回来的植物我已经确定了，是可以止血的药草，没错。你发现这药草的地方离部落远吗？有点距离，没关系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那边算是一处山地上的平原，蜘蛛很多，说不定你还能有别的发现。这个药草，我们是不是要多储备一些？还要等一下，我还不确定它该如何保存。若是晒干了，还会不会有效果？我先去看一下，采一点回来研究。你也别心急，既然已经有发现了，总会有处理的办法。好，一会儿的饭食我已经交代过了，准备你喜欢的角鹿兽肉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我们找到了一处角鹿兽的巢穴，还顺利的猎到了一头。族长，一会儿要烤角鹿兽吗？多煮一些素果和土豆吧。今天我们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狩猎，回来的会比较晚，我担心兽人们扛不住饿。可是素果也不饱腹的呀。先这样吧。素，一会儿煮肉汤的时候，把这些蔬菜和菌菇也都加进去吧，都是我辨认过可以吃的，起码能丰富一下口感。四爷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多刺兽的事情吗？你想捕鱼？是，捕鱼的网雌性们已经编好了，晚一点我们可以试着捕一次。我只见过旁人捕鱼，还从未亲自动了手过，所以我们还得乱做尝试次，但总会成功的。这里的多刺兽肥美得很，虽然鱼肉多刺怕兽人们卡到，但这边的鱼傻乎乎的又肥瘦，随便就能捉一条。怎么回事？我发现自己的饭量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扯住边缘，用力甩出去，让它在水面上完全张开。兽神在上，这么多的吗？瑶瑶，这多刺兽可怎么吃啊？我记得我妈妈之前说过，这东西腥臭的厉害，一点也不好吃。你们之前都怎么吃？烤着吃，煮着吃，我们都试过的。有好好清理他们的肚子吗？清理肚子？为什么要清理肚子？一会儿回去我教给大家怎么处理这多刺兽，今晚我们应该就能尝到它的味道了。今天就先这么多吧，太多了我怕素他们处理不过来，这东西还是新鲜的更美味一些。先要去除鳞片，去除碎弦，去除胚腹部，划开腹部。帮我热个锅子。这边都是热的，放一些油脂，再把这多刺兽煎一煎。这多刺兽做法很多，我对烹煮这块并不熟悉，能教给你们的不多。不过我倒是可以口述一些做法给你们，只是需要你们多尝试。煎好了以后就可以加水煮，不过做这多刺兽汤一定要加一点野蒜，里面也可以加其他的蔬菜菌菇，当然了，放辣椒也很不错。等到煮软烂，这多刺兽汤就好了。这汤极有营养，幼崽和老年兽人喝了对身体都很好。素，这多刺兽肉还可以切下来煎炒、油炸、烤，都是可以的。一会儿汤好了，你们可以尝尝，剩下的工作可就交给你们啦。晚上让兽人们试一下这种肉类金粉涂抹晒干，也可以尝试不能接受。还有，如果大家能接受的话，寒季的时候至少也可以多一点食物。吴大人，族长叫您出发。我的身体似乎比刚来时强了不止1点半点，不仅力气和耐力大增，体质也越来越向兽人靠近。这绝对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，可惜现在没时间高兴。跟我来吧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兽人们就在附近狩猎，一旦有不对劲的地方，就吹这个。这吹竹哨子的声音清脆明亮，吹出来十分像某种舞鸟兽的啼叫，对野兽有很好的迷惑性。这里的野兽实力不俗，我们雌性只会吹一种求救的哨音。不过狩猎队都是以我们的位置为中心四散防卫的，基本碰不到野兽。这里都是血气草，都交给你了。大家看过来，你们认识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植株，一会儿就采集这个，每人采集半个背篓即可。
先每人采集一个给我确认，确实没有错再继续。如果碰见新鲜的没见过的植物，也可以采集一些回来看看。虎爷爷说寒季越来越近了，现在差不多相当于前世的8、9月份，是植被最茂盛的丰收期。过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万物枯萎。我必须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尝百草任务。要是再等1年，我可等不起。变异血果可食用。果皮极薄，汁水爆浆，核还这么小，这口感比前世最昂贵的顶级车厘里还要甜美。这要是放在前世，得卖多少钱1斤啊？鲜果放不住，现在又没条件做果浆果干，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，少摘点吧。外形倒是极其相似，可这到底是不是我想的那种东西？万一猜错了，大家伙得空欢喜一场。不行，兽人们正在捕猎，就算弄不断这东西，我也绝对不能为了这点事儿吹哨，万一害他们遇到危险就完了。这片灌木太密了，要是走着走着找不到这儿，我非得难过死。这么多，竟然自己成林了，心疼死我了。但必须立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。变异甘蔗可食用。甘蔗，这是真正的甘蔗，有甘蔗就代表了糖啊！这是密密麻麻一大片的糖，有糖有盐，生活更甜啊！艾亚大陆虽然有金粉代替盐，却没有任何糖类，水果的甜味终究比不上这浓郁的蔗糖滋味。有了糖，不光能提鲜调味，蔗糖熬成红糖，在艾亚大陆绝对是能救命的东西。红糖能滋补，糖盐水在关键时刻能快速给人补液，用得好，它的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血切草。寒季快到了，这东西太宝贵，浪费一点都不行。接下来几天必须让兽人们来抢收甘蔗，割下来干放着肯定存不久了。最好的办法还是做成成品糖。白糖我没头绪，但做红糖以前在网上学过，步骤还记得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先做红糖再说。美得很，等兽人们回来了，得让他们用特殊的标记方式再圈一次地盘才安稳。除了甘蔗，别的虽然都是些普通食材，但也足够让人满足了。这么多，这些血气草足够让我折腾一阵子了。罗，这附近像这样的血气草还有很多吗？多得很呢，那一大片全都是。系统暂时还没提供优化的处理方法，只能靠我自己先研究了。好在系统有鉴别能力，能省下不少时间，只要在它们枯萎前全部采摘好就行。鸡油菌可食用。碾碎的血气草汁液气出不充分，可以用于伤口外敷，有一些效果。不纯净的血气草汁液用于外伤处，止血止疼，有不错的效果。有一些效果，有不错的效果。看来浓度越高越好，得想办法提纯。保存更是难题，一开干就没汁液了。四爷，快跟我来！今天有个大发现。别急，摔伤了怎么办？没事没事。这是石球，你要它做什么？石球？带骨刀了吗？能不能劈开它？骨刀做不到，试过想打开，但它比石头还要硬。虽然没能打开这个椰子，确实有那么点遗憾，但我一定会想办法弄开它。部落如今落后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兽人们用的武器只有骨刀，连实质武器都没有，更别说其他工具了。四爷，这是甘蔗，这甘蔗可以做糖，你知道糖吗？像是蜜糖一样。对，但跟蜜糖又不相同。这跟蜜糖的味道不一样，但却比蜜糖还甜。你用骨刀砍下来一块尝尝。这些甘蔗的渣子可以用来烧火，甘蔗的汁水可以熬出固体的糖，可以保存很久很久。而且甘蔗得到的糖对雌性的身体极有好处，可以让雌性更好的孕育幼崽。怪不得路遥可以发现
兽人族就再也不用担心繁衍生息的问题了。我们可以一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。我今晚上就让兽人们连夜收割这些甘蔗。好，尽快将这东西带回去，我会让尤婆婆安排雌性们抓紧处理，给雌性们用就好。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的。收割的时候从地面上采集，不要连根拔起。明年这里一定还会长出许多的甘蔗。这蔗糖不只能让雌性的身体更好，也可以抵抗严寒，对兽人们也有好处。好，依你。如果当时不是我带了他回来，如今又会如何？这个小雌性给部落带来了太多太多。有了这些，今年的寒季，影部落兴许真的能安然度过，不损失任何一个。每天这个时候都是部落里最欢欣的时候，大家能不能吃饱，全看当天兽人们狩猎的状态。若是少了，为了度过寒季，大家就只能靠素果糊糊填肚子，那可真不是件开心的事。好在今天收获颇丰。元，今天是你来烹煮吗？元可是部落里最擅长烹煮的雌性，手艺好的不得了，只是平时话少胆小，多数都默默做事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。吴大人，多刺兽我很喜欢。猫族兽人啊，猫吃鱼那是天性，怪不得他今天看起来带着点说不出的喜悦劲儿。喜欢就好。今天做了很多吗？是的，今天做了很多多刺兽汤，我还试着用乌大人给的辣椒调味做了辣汤。今天我们还用多刺兽尝试了许多做法，都很好吃。